风靡全球的游戏宣布停服。当所有人都在疯狂抛售装备回血时，我却卖房贷款去充值游戏。别人都嘲笑我愚蠢，可只有我知道，当游戏真正停服的那一刻，整个世界都会发生改变。游戏里小到丧尸，大到魔神的怪物，都会降临人间。而那些保留游戏角色的人，都会继承游戏中的能力。前世我因为要面对现实，无奈卖号回血，最终在末日来临时，连半天都没活过去。弥留之际，我拨通最后一通电话，那是给我游戏 CP 打过去。梦瑶，永别了。可就当我再次睁开眼时，却发现自己穿越到游戏停服之前，并且此时正在跟游戏情侣柳梦瑶通话。什么永别了，净说傻话，不就是要关服了吗？大不了我们一起玩别的游戏。看到眼前熟悉的一幕，我下意识像以前一样询问：“我准备卖好，你呢？”“我不啊，这里面有我很多的回忆。”听到他一模一样的回答，我确认自己真的穿越了。见我半天没有说话，柳梦瑶明显有点失望。对于他来说，这个游戏不单单是游戏，而是一段美好的回忆。我就是这段回忆最重要的一环。所以听到我选择卖号而不陪他走完最后一程，他自然是失望的。前世他也确实因此失望。但是当怪物降临的时候，继承角色能力的梦瑶还是第一时间来救，可惜自己连半天都没活过去。一念至此，我笑着对他说：“你放心，我不但不会卖好，还会和你一起并肩走到最后。而且我们没刷过的副本和没有去过的场景，我都要带你走一遍。”甜甜的承诺完后，我便挂断了电话。随后打开游戏论坛，无一例外都是吐槽游戏官方以及出售装备的帖子。我随手一翻，便看到大量出金币的玩家，1亿金币10万就出售。要知道，作为一款世纪网游，里面的金币和现实是1比1挂钩，而现在都已经跌到1000比1了。但我知道此刻还不着急入手，因为后续物价还会暴跌的。我继续往下翻，当我看到一个帖子时，双眼一亮：法神之飓风神杖，满级神器，全服唯一，60万爽了。刚好自己就是法师职业，刚准备想入手，却突然发现我好像买不起。但犹豫1秒，我就反应过来，明天就去卖房子，反正游戏要入侵现实了，到时候怪物降临，任何高楼大厦在他们面前都是纸。而因为我所住的小区是学区房，所以消息一放出去，很快就有买家联系上，300万全款。不过要制定合同以及中介费等等事情，最快也要明天才能完成交易。但我并不着急，因为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做。首先就是去贷款，趁房子还在自己手上，我立即将房主信息以及个人资料填写在各大软件中。很快那些软件都给出了额度，我全部提现出来大概有100多万，但这些还远远不够。我再次找到一些专门放高利贷，用房子做抵押，再次得到160万。做完这些后，我给同学张胖子打去电话，在宣布停服前，他本来是新世界游戏里很大的一个职业上位，也凭借着这个让他在2年半时间就积累了上千万身价。可这次停服事件让他险些破产。张胖子，我来找你就是让你及时止损。这么说吧，你能不能弄到10亿金币？按照现在的市场价，我可以帮你全收了。听到我的话，张胖子很是震惊，毕竟现在大家都在找冤大头接盘，当然我肯定不能将穿越的事情说出来，于是谎称想弄套顶级装备带 CP 去刷图，简单来说就是因为爱情。对了，再帮我收一套法神套装。张胖子连忙答应。几个小时后，我便收到了张胖子邮寄过来的装备，顺便还送了我一些时装，正好可以当礼物送给梦瑶。忙完后已经很晚了，当我上线时，便看到梦瑶发来的消息：你是不是觉得这个游戏完全没意思？要是以前你可不会这么晚才上线。如果你不想玩了，我不会勉强你的，你想玩别的游戏，我也会和你一起去。相处了2年，虽然一直只在线上，但彼此就像知己一样。听完我浅浅一笑，也不废话，立马让他打开仓库，于是将一套牧师神装月神套传给他。这套装备在大跌后也能值100多万，如果是以前都是上亿的存在。梦瑶此时感动的快要哭了，不行，这是我的梦想，不能让你一个人花钱，我这还有些零花钱，都先给你吧。说完我就听到手机传来收款提示，打开一看，竟有600万。我震惊了半天才勉强挤出几句话，认识这么久了，我才知道你是一个富婆，零花钱都有600万，这是什么家庭啊？不过想到游戏入侵现实后，当时梦瑶急着来救自己，但是被一只90级的 BOSS 缠住了，一个牧师单独对抗90级的 BOSS， 这说明梦瑶的装备很强，也就是说就算我没提前给他，实际上他也会自己去买的。以后游戏里花的钱我也要出，要是不够一定要跟我说。梦瑶此刻双手叉腰，略微生气的说道。我也没再多说什么，有了梦瑶这笔钱，那接下来就可以合成神级宠物蛋。新世界这款游戏中的宠物是非常强大的战斗伙伴，但需要与主人的职业符合才能发挥极致作用。想要合成高级宠物蛋需要非常高的成本，所以这个游戏里极品宠物才会那么少。于是我再次让张胖子给我收购，不多时便到账了500多个宠物蛋。接着我发给
了梦瑶，然后和他一起合成。我一边合成一边给张胖子发了一个语音消息，继续帮我收宠物蛋，有多少我要多少，收了以后直接帮我合成。10分钟后，柳梦瑶在组队频道说道：“我合好了，直接开。”随着刺眼的光芒消失，一道怪兽的声音传来，只见一只背后长着排扇形肉刺的齿剑龙出现。这是一种防御极高的宠物，这种幼齿剑龙在被主人骑乘之后，会为主人抵挡80%的伤害，虽然相当不错，但却并没有达到超凡标准。不过柳梦瑶却觉得十分可爱，非常喜欢。幼齿剑龙这种宠物我用不上也看不上，柳梦瑶喜欢，那给它当坐骑也不错。接着继续开弹，很快一颗炫彩蛋在眼前绽放光彩，刺眼的光芒让我和柳梦瑶又一次闭上眼睛。这个时候本来人少的仓库也来了几个人经过，其中一个人说道：“老大快看，有人在开炫彩蛋，马上都要停服了，还花着冤枉钱干嘛？说不定是个有钱的主，标记一下。”下一刻我便收到了一个组队申请的消息，但是紧接着消息又被撤回。见此我瞬间反应过来，自己这应该是被游戏里非常专业的掘金人给盯上。游戏里可没有现实中的法律和法规，所以原来内心阴暗的人来到游戏里面之后，就开始变得肆无忌惮，甚至以杀人抢夺装备为乐。对于这些人我没有半点好感，这些掘金人最好别惹我，要不然一定要追杀他们，把他们的装备全部爆干净。当然了，现在我装备还没有得到最大的提升，宠物也还没有增强，我肯定不会出主城的。此时思绪回到仓库，随着绚烂的光芒结束，柳梦瑶开出来的宠物出现在2人面前，那竟是朱雀和凤凰的合体猪女。看完她的天赋技能我震惊了，不愧是神话级别的宠物，不仅有高额爆发伤害，还可以涅槃重生。请选择这只宠物的归属。还没有等我开口，柳梦瑶就直接放弃了猪鸟的所有权。猪鸟是火法系宠物，和你的职业绝配，你就带着它，以后你负责输出，我就带着我的剑龙宝宝负责帮你抵挡伤害吧。见此我没有矫情，选择接受。下一刻世界公告出现了，恭喜玩家林中晨曦被幸运之神眷顾，获得全服唯一宠物猪鸟。公告一出，原本已经沉寂的世界频道瞬间就炸了，因为这款游戏过于真实和划时代，且运行的时间也够久，还是有不少人像柳梦瑶一样，哪怕停服也要玩到底。当然也有许多人提出了质疑，游戏都要凉了，这时再开出来神兽又有什么用？白白浪费钱。而我懒得去看世界频道。此时张春林又给我发来了一批东西，里面有一套100级的牧师装备，还有许多强化石，以及许多符箓与事迹的配方等等。付完款后，我把牧师装备交易给了柳梦瑶，然后对他说道：“等把装备弄完了，我们先去把宝图刷掉。我朋友帮我们收了200张宝图，等刷完了看能出几颗神兽丹或者血脉丹，把我们战力提上去，以后就去天宫看看。”对此柳梦瑶欣喜万分，和我去一趟天宫一直都是她在游戏里的梦想。而这所谓的天宫，是整个新世界最难的副本，以前一直都是那些游戏里花费上亿的神豪们才能刷，而现在我只花了100多万就已经拥有了一身神装。接着2人一起传送走了，而我这样做就是为了甩开那些掘金人，结果却没想到对方又跟了过来。这时我又收到了张胖子的私信，那把法神杖拿下来了，另外还有芥子须弥。闻言我大喜，芥子须弥是储物戒，可容纳1000物品空间，这种东西不仅在游戏里有大用处，将来游戏降临了，现实用处会更大。然而就在我这边不断进货时候，某一处建立在大山的公司基地中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这家公司便是蓝星最大网游的新世界公司。会议上几个戴着老花镜的人端坐着，其中一人问道：“已经确定了，星辰之石的能量只能支撑到4月28号。”接话的是一名戴着金丝眼镜的男子。是的，先生，我们的程序员已经想尽一切办法，甚至还请来了各地的科学家们，可都没有任何作用。这颗当年从外太空截获的神奇石头已经到了油尽灯枯的阶段，只能说是可惜了。许多人纷纷开口感叹。此时为首的老人说道：“全球的玩家们现在都在声讨我们，最后这些时间，你们就继续做好维护工作，坚持到最后一天吧，这也算是我们为玩家们唯一能做的事情。”另一边张胖子还在给我打电话问我需要什么，但都被我一口拒绝，因为该有的目前都有，并且根据记忆，明天价格还会大跌，因为新世界会出一个公告，而正是这个公告彻底宣告了新世界这款游戏的死刑，到时所有东西都是白菜价。而我之所以提前花大价钱买装备，则是因为游戏将要出新副本，第一点是为了帮梦瑶拿到首杀，第二点是为了提防游戏中那些掘金人。趁着还没更新，我再次使用超能力将装备全部强化到满级。做好准备后，我带着梦瑶把宝图全部刷完，随后将刷出神兽丹全部给猪鸟和剑龙吃掉，片刻间他们就进化成堪比70级 BOSS 神种。做完这些后，我呼喊着梦瑶一块到天悦城。之所以来，这是因为它属于私人领地，而我的打算就是将这座城直接买下来，这样在游戏入侵时就能拥有一个堡垒。提前让张胖子收购的10亿金币也在此刻有了用武之地。在与上一任城主谈论后，最终以8亿金币成交。拿到城主后，我第一时间就把梦瑶设置为副城主。第二天一早，我被一个电话吵醒，接通后得知那是买我房子的客户。你好，是凌晨先生吗？我叫白海生，这套房子我本来是想买给我女儿住，可她从小没离开过家，而且你那边对她来说又是一个陌生的城市，所以我希望您先不要搬走，可以继续住在那帮我照顾一下女儿吗？想到自己正好也没再另外找地方住，我立马答应下来，但却心生疑惑，这么放心的把女儿交给我，莫非这个白海生的女儿是个长相巨丑的恐龙吗？然而我不知道的是，当白海生挂断电话后，他的女儿白淑仪立即欢呼雀跃地跑到梦瑶面前，万事俱备了，梦瑶。另一边挂断电话的我没想太多，便再次睡去，可还没睡多久，就被一阵敲门声吵醒。
吵醒。我不耐烦地说道：“外卖我已经拿到，那是别人的，你看下是不是送错了？”作为一个宅男，我家除了送外卖的，再没有别人会来敲门。可结果回应的却是一道女声：“请问这是凌晨的家吗？我叫白淑仪，是白海生的女儿。”我听完瞬间懵逼，不是明天才来吗？我一看时间晚上10点，好家伙，半夜就来了。随后我打开了门，映入眼帘的并不是什么恐怖，相反还是一位大美女，黑长直的发型，精致的五官，另外还有一副韩漫身材。白淑仪见我一副神游天外的样子，不禁有些生气。柳梦瑶竟然因为这样的人都不和我一起玩游戏了。我回过神来，立马将白淑仪让进了屋子里，然后笑着问道：“这么晚你怎么过来的？自己开车呀？”白淑仪一边回应着，一边好奇地打量着房子。我听完眼睛一亮，能一口价买下300万房子的家庭，开的车应该很不错吧？这车能不能操作一下呢？尽管现在手里还有将近1000万的资金，不过感觉还是不太够，毕竟这个时候的钱那是越多越好。随后我打量着白淑仪，然而白淑仪此时也在打量我，于是我俩四目相对，吓得立马都将目光分开了，都略显尴尬。白淑仪先开口说道：“新世界这游戏你还在玩吗？”“对，不仅玩，我还要玩到官服最后1秒。”“那真巧了，我也是这么打算的。”说到游戏，我俩瞬间就有了共同话题，二人之间也没了之前的尴尬。白淑仪笑着说：“我100级女战士，将来会向女武神转职。”我笑了笑，立马表示：“游戏你还在继续玩的话，要不要和我们一起下副本？新出的副本我有把握拿下手刹，到时候奖励会十分丰厚。游戏都要官服了，奖励还有什么意思？”白淑仪用不屑的表情打量着我，然后问出了一句话：“林中晨曦，你真不记得我了？”我听完她的话一愣，随即反应过来了，好家伙，我说她一个女孩子怎么敢过来和自己一起住？原来是熟人啊！游戏里面的你不会是小鸟依人吧？我终于想起来了，曾经自己刚进入新世界这个游戏时还是一个新手，可在一次组队副本中遇到了现在的 CP 柳梦瑶，当时队伍里还有一个女角色，就是小鸟依人。我还记得她和柳梦瑶是一起玩游戏，只是后来小鸟依人等级上去，装备也不错，算是一个高氪玩家，而且还特别喜欢打架。所以小鸟依人在一次游戏里的冲突中和一个小帮派闹矛盾，为了我和柳梦瑶不被他连累，小鸟依人就毅然离开了小队，他加入了雪飘千里工会。据说后来小鸟依人还混成了工会长老。我本以为他现实中会是一个和 ID 一样的小女生，想不到见到真人以后却一点都不小，反而很大。随后跟白淑仪打闹一会后就回房休息。我俩之前毕竟在游戏里当过队友，没少拌嘴，现在相处到也没什么感觉膈应的地方。但这些都不是重点，重点是买房人是自己的熟人，那自己就能先拖一拖不过，过几天再用这套房子，看能不能从网上撸点钱出来。还有白淑仪的车子也要利用起来，正愁不知道如何操作。现在好了，大家都是熟人，我开你车出去溜达一圈，白淑仪应该也没啥意见。高兴之余，我突然想起来，以他和柳梦瑶的关系，那自己卖房的事情，柳梦瑶岂不是也知道？于是我连忙给柳梦瑶发去了一个消息：“你都知道了。”约莫10分钟后，柳梦瑶回了消息：“刚在洗澡，淑仪到你那儿了，怎么样啊？这样一位大美女，你是不是很开心，很惊喜？”这话我当然不能乱回了，没有，惊吓还差不多。难怪你今天下线的时候欲言又止，原来你早就知道我的事情啊！柳梦瑶的消息很快回了过来，要不然呢？知道你为了我的梦想连房子都卖了后，我当时就觉得你好傻，但是我很喜欢。这句话后面还跟了一个害羞的表情，所以你毫不犹豫把你的小金库都给我。我看到柳梦瑶的回复，马上松了一口气，然后就和柳梦瑶愉快地聊了起来。尽管只是游戏里的 CP， 也尽管从未见面，但是好几年游戏里的日夜陪伴，让我们其实已经和现实中的恋人无异了。我想的是现实中的房子卖了，将来可以再赚，甚至以后我们结婚了，我还能给你更大更好的。可眼下我只想你开心，想陪着你一直走到游戏的最后。我知道游戏要停服，你肯定心里也不好受，尽管你从来没有表现出来。我一番话让柳梦瑶感动无比，虽然很明显我是在画大脸，可女孩子就吃这一套。而在另一边，白淑仪却一脸平均地拿起手机，点开一个聊天框，而对方的名字上赫然写着会长大人4个字。会长，我查到了，那个林中晨曦并不是知道什么内幕，他之所以继续投入巨资玩游戏，就是因为他游戏里的 CP。我那个好姐妹舍不得这款游戏，所以最后的时间里，他想走遍游戏的每一个地方。辛苦你了，淑仪，最好是多向他套套话，有什么消息再告诉你。醒来的时候是上午8点，他已经听到客厅有动静，果然一出门就发现了正在吃早餐的我。醒了，吃点。我将一份早点推到对面的座位上，我先洗漱。白淑仪说罢便进了卫生间，我则是在平板上浏览着新世界的官网。按照记忆，上午彻底宣布新世界网游死亡的公告，这个点就该发出来了。果然我一登录官网，就看到了一则占据了整个版面的公告。很遗憾告诉大家，承载着新世界网游的服务器星辰之石已经到了油尽灯枯的地步，最后一丝能量耗尽之后，新世界将永远离我们而去。以上就是新世界官网早上8点发出的公告。之前还有一些玩家们心存侥幸，甚至联合起来向新世界公司施压，要求他们赔偿。可这则公告一出，等于是告诉所有人，你们的账号还有游戏中的道具装备彻底一文不值。许多人嗷嗷叫的声讨新世界网游公司，各种谩骂的帖子也是满天飞，但是这些都毫无用处。而许多人也纷纷表示，今天是他们最后一次登录新世界，登录的目的也不是怀旧，更不是继续畅玩，而是毁号。网络在暴动，可对于我来说，这无疑是收购游戏道具等物品的最佳时机。我马上联系了张春林，直接打电话过去。公告你看到了吧？现在许多人在毁号，但如果他们的东西能卖一些钱，我相信许多人还是会愿意回点血。所以现在市场方面怎么样？跌，一直在跌。反正我是已经抹了，你是不知道，1亿金币现在就1000块了，简直恐怖。张春林回应着我的询问，这么便宜啊？那你先帮我来个100亿，不来个1000亿，总之有多少给我收多少。
还有所有的手工材料，包括各种奇珍异宝，我都收。价格方面你帮我看着，全部压到最低。此时的我嘴巴简直笑得要裂开。事成之后，你的辛苦费不会少于10万。还有你手里囤的那些材料和道具，如果要卖的，我也全部收了，起码不让你破产。真的不，陈哥，从今天起你就是我亲哥了。你放心，我现在就让工作室的人去办，一定帮你办得妥妥帖帖。不过陈哥啊，就算现在市场跌到了谷底，你这样的收购法也是很费钱的，估计至少是1000万打底。张春林有些怀疑，他在电话里小声道：“我们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陈哥，你是不是知道什么内幕？”没有内幕，我回应道：“如果你信我，那就留一些自己有用的东西，然后把自己的账号也弄一弄，反正以后你绝对不会亏。对于未来的事情，我算是看透了，就算我是重生回来的，我说出去也要别人信啊。至于将来游戏会入侵现实世界，这种事更没人会信了，所以我只能这样去劝说张春林，最终的结果还在他自己。”我挂掉了电话，这时才发现白淑仪已经回到了餐桌上，而且她的目光还一直盯着我看。很显然，刚才我和张春林的对话她都听到了。不过没关系，我也没打算防找她。这个时候我也不想装什么糊涂，还主动开口说道：“刚才我的话你也都听到了吧？相信你觉得很疑惑，对不对？”白淑仪连连点头。这时我自嘲的一笑，然后拿出手机点开一个聊天群，往上面滑了几下，找到一部分聊天记录，再丢给白淑仪。她看着里面一些对话，蒋悠悠，听说了吗？好像新世界里那个到处收东西的人，真是我们班的凌晨，就是他，林中晨曦，这个 ID 我们都知道啊。好家伙，现在游戏都要停服了，大家都在抛售账号，巴不得回血。结果他还到处买东西，聊天记录里面的一字一句可以说是字字诛心。这些都是你同学，他们说话怎么都这么难听呢？白淑仪没有继续看手机，而是抬头望着我。凌晨，你能不能告诉我，到底是为什么还要把钱投到新世界这个游戏中去？而且你还连父母唯一留给你的房子都卖。你不用担心，或许你也猜到了，我们会长他也很想知道你的一些想法，但如果你觉得不想让别人知道的话，我不会说出去的。这个叶腾龙，他有个哥哥是混道上的，人们都叫他哥虎哥。我在他哥那儿用这套房子还借了160万，3个月后要还200万。我并没有直接回应白淑仪的问题，反而是说了另外一件事情：你还借了高利贷。白淑仪震惊了，不止，我又让他看自己手机借钱的 PP。你这……白淑仪彻底无语了。凌晨，你是把自己整个人生都压在这个游戏上呀？别告诉我，你真是为了瑶瑶的梦想。当然，今天我们的谈话我不会告诉第3个人的，如果我不介意你告诉别人的，比如说你们的会长。实际上，我倒是希望有更多的人不要销毁账号。我还在论坛发了帖子，但却都被大家当成想复盘的商人。我表达了自己的无奈，实际上我是觉得新世界这个游戏可能还会有转机。你可以想想看，万一星辰之石突然找到了补充能量的方法，那这个游戏的服务器是不是就能重启？或者说，将来新世界公司迫于压力，从而被迫给我们玩家补偿，那么现在我的投入，将来就能换到一个美好的未来。你居然是在赌那些资本家良心发现？白淑仪十分无语的给了我一个白眼。当然，从今天的公告来看，新世界公司补偿玩家经济损失是很难了，但万一呢？比如说，新世界公司迫于压力，从而保留玩家们的账号数据，等到他们新游戏上线后，从新游戏里给我们这些老玩家补偿，到时候你觉得我这个号能值多少钱？我又抛出了一个问题，这一回白淑仪倒是感觉有些靠谱。那我是不是可以告诉会长，让他也投入一些钱去购买游戏装备？还有，我自己现在也可以趁机弄一身顶级装备，和养几只顶级宠物玩玩。白淑仪和我商量着，至此我终于露出了笑容。你自己的话，我觉得是可以的。至于你们会长，你就把我这些分析告诉他。至于要怎么做，那是他自己的事，我们就不用去管了。另外，我还想借你的车用一用，我听说你这车好像还是全球限量的吧？你想干什么？白淑仪十分警觉地看了过来。你该不会是还想用我这车去借钱吧？我的笑容彻底消失，心里的小九九居然被白淑仪直接给拆穿了。想都别想！白淑仪看到我的反应，就知道自己猜的8、9不离10。瑶瑶不是把她的小金库都给你了，你还要多少钱啊？这样吧，如果你游戏里还缺钱的话，你来找我，大不了我借给你。我的车你就别想。还有啊，你也要好好想想，万一，我是说万一啊，要是你全部赔进去，你能给瑶瑶一个怎么样的将来呢？白淑仪的这一番话，倒是可以说全部是肺腑之言了，也是交心的话。她居然替我担心了起来。你什么眼神啊？可不要误会，我说的借钱给你，也就是几百万，多了我也借不起，我还在读书呢。白淑仪感觉到我的目光不对劲，于是连忙声明她借不了太多钱，只是这位白富美不知道的是，她眼中的区区几百万，对于我来说已经完全够用了。在和白淑仪交谈之后，白淑仪表示回房打游戏去，我也随即上线。柳梦瑶已经在游戏里等着，当即我对柳梦瑶说道：“我们先去仓库那边把手工装备的材料整理好，然后就去找刀剑校帮忙打造。搞定了，那我们就去南天门副本。”柳梦瑶点头，不过她发出了疑问：为什么要去找刀剑校？你招募了这么多 NPC， 就不能也招募一个炼器士 NPC 吗？听闻我眼神一亮，这才反应过来，游戏里许多功能性职业的 NPC 也有可招募，于是就在招募大厅继续刷。对于这些功能性 NPC 的招募，其实也很简单，不需要看他们的战力，只要看他的熟练度等级就行。这里面还不缺乏许多拥有大师称号的 NPC， 可这价目表最便宜的大师都是4亿金币，其中阵法师还要5亿。买！我一咬牙全部买了。将来游戏入侵现实，玩家的房屋领地以及城市都能被继承，那么这些 NPC 也一样可以被继承。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将来我的力量就更强大。更何况我还储备了大量的物资，城主府的仓库是可以无限大的，我不断扩充着。而现在我的仓库里也收到了来自张春林那边源源不断的道具和材料，这里面永恒水晶就有整整100颗。在游戏里，这100颗永恒水晶就是一笔巨大的财富。如果是以前的新世界，就能价值10个亿了。我拿了12颗永恒水晶在身上，给了柳梦瑶一半，然后是一背包的手工材料，我算的刚好，能做整整200套100级的手工装备，分别是披风和腰带。制作是需要时间的，哪怕是大师级的铸造师和裁缝合作，也需要半个小时。我和柳梦瑶则去强化装备，4件套装全部上了永恒水晶，接着便是不断强化，反正装备不会破损，一直闭着眼睛强化就是。下一刻，一系列强化到+16的消息上了公屏。不过这一次，世界频道没人再注意我的疯狂了，因为他们更加疯狂。这些玩家们疯狂地卖装备、刷材料，还有就是各种消耗的。如我所料那样，许多人也在世界频道到处收极品装备，哥不差钱，有极品装备的卖给我。我在快音直播龙装备都要停服了，还玩个屁啊！来，各种装备材料大甩卖了，不少主播或者自媒体作者都趁这个机会，纷纷跑来游戏里各种收装备材料，然后开直播或者拍视频。这些蹭热度的人还真是没下限了，他们现在每浪费的一件装备，将来都有可能对人类产生巨大的帮助。我心里暗暗气愤，但也没有更好的办法。现在我只能给张春林下死命令，让他动用他的人脉去收集更多的材料和装备，有多少我要多少。半小时后，终于到了段柱天和林巧巧交货的时候，200套手工，400件装备，手工费一共是400万金币，而且这些手工装备全部都是未鉴定的。张春林那边直接给我邮寄过来了1万张极品鉴定图，但可能还不够。新世界里游戏的手工装备想出极品可是很难的，1万件里面顶多能出1件9星装备，而且这1万公件装备还必须全部都是极品鉴定符去鉴定才行。这个游戏里的装备都会根据品质出现星星闪耀的效果，达到9星以上的装备就会出现不一样的后缀，传奇、史诗、神话，其中神话最好，关键还需要装备属性也和自己的职业契合，这就很难了。不过张春林那边至今为止还没有收到适合我用的极品手工装备，所以只能做。我又交了金币，这一次让段柱天和林巧巧直接打造1000套手工，然后我和柳梦瑶2人不断的鉴定着，随着一道道光芒在装备上闪过，我已经一背包的手工了。柳梦瑶也是一样，她忍不住吐槽道：“凌晨，我这边200件好多都是5星的，这可是极品鉴定符啊，这概率也太低了。新世界是这样，不过7星和8星装备总有一些吧。我这边出了一件披风，就挺适合你的，也能将就用着。”我说着将装备递给柳梦瑶，400件装备也就出了这么一件可以用的。对于我来说，就出了这么一件8星手工装备，无疑是个坏消息。现在最迫切的就是提升自己的实力，不但是我自己，我身边能信赖的人有一个算一个。我都希望大家强大起来，毕竟我可是见识过游戏入侵现实后会有多么恐怖的。120级 BOSS 遍地走，甚至还出现了150级 BOSS 存在。而到目前为止，新世界网游才开放到120级，就算我这10多天的努力升级，最多也才能到这个等级了。可是时不我待，我知道自己必须去南天门了。如果首次通关评分不低于 F， 可是有最少10倍经验值加成，估计能让我们至少升1级。而且100级能刷经验的副本里，每天3次南天门必不可少。时间很仓促，我挑选了2件适合自己的7星手工，再加上我现在4件法神套装都强化到了+18，现在我的属性十分强悍，7万魔法攻击了，在风法这个职业已经是妥妥的第一。再加上神话猪鸟的输出，我认为现在自己带上柳梦瑶已经足够挑战南天门副本了。说干就干，我组上柳梦瑶，直接传送到了天宫地图的入口处。南天门副本就在这里，位于苍穹之上，只有通过了南天门副本，才能拿到天宫的通行证。进入副本之前，我点开了手通排行榜，上面写着手通副本的时间记录，其中有组队的，还有双人的，然后还有一个通关速度总榜，排在第一的队伍是6个人，用时52分钟，这个记录目前无人能破。今天我打算就超了他们，而且是必须超，因为排行榜第一的奖励可是100倍经验，另外还有每人1件至尊礼盒，这个至尊礼盒可是必定开出大于或者等于当前等级的顶级装备，甚至还能选择宠物装备。随即我和柳梦瑶2人进入了副本，同时2只宠物也全部召唤了出来，猪鸟以及剑龙都是100级。副本内首先是小怪，一眼望去都是巨猿，这些巨猿族的战将们正在嗷嗷叫的进攻着南天门。此时我和柳梦瑶2人看到了旁边的一座天神，但对方已经是奄奄一息的状态，可我很清楚这些都是剧情罢了，我直接跳过了剧情对话。紧接着柳梦瑶指挥着剑龙上前吸引巨猿的仇恨，当巨猿攻击剑龙的时候，就触发了剑龙的技能复仇的咆哮，一声咆哮将周围的巨猿仇恨全部吸引。这时我也是一点都不省技能，马上让猪鸟开始吟唱，直接将他的天赋技能焚天志的召唤出，整个地图区域立马变成了一个大火场。柳梦瑶这边由于有剑龙抗管，他只要专心给剑龙加血就行，我也没有闲着，开始吟唱禁咒风暴立场无敌的控场技能。这个技能之所以是禁咒，是因为它不但有伤害，甚至还有极强的控制能力，在军团战中可以说是能决定胜负的手段。另外风系法术还能和火系法术产生化学反应，封住火势。当我的禁咒使出来后，瞬间就让猪鸟制造出来的火海火势更大，伤害值也是蹭蹭的上升。一时间所有被剑龙吸引过来的巨猿身上都飘出了巨大又猩红的数字，这些巨猿的血量在不断
断减少，但这可是100级的副本，前面的巨猿战将都是小怪，却足足有8000只，一只怪10万血，8000只那就是8亿的血量，你得硬生生打出这8亿的输出来，才能过这第一关。剑龙停止咆哮，可以转移仇恨了，这些小怪追不上他，让剑龙开奔腾加速去引更多的怪进来。我马上和柳梦瑶沟通，柳梦瑶的操作也是流畅，剑龙停止了咆哮，蹦腾着到处去引怪了。他转了一圈，居然还带来了几只精英怪，这些精英怪也被称为巨猿将军，他们的血量更厚，攻击力也更强，就是剑龙这样转了一圈回来，也变成残血了。幸好我速度快，马上移动到剑龙的身边，同时给自己用了一个技能风铃术，使用后自身闪避物理攻击概率提升50%，无视任何必中效果，持续30秒。这是一个风系法师的保命技能，冷却时间只有1分钟，于是我就能接替剑龙去抗怪，给了柳梦瑶帮剑龙加血的时间。交替之后，我利用自己的速度将这些怪物一直往猪鸟那边拉，而猪鸟这座炮台完全不用移动，它只要舒舒服服的待在原位，直接准备技能就可以了。下一刻，猪鸟发动了技能扬言炙烤，一条火焰射线瞬间射出，同时我作为风暴立场的发动者，还能控制风暴立场内的风险，无一手伤害的同时，又控制着他们的移动速度。1分钟后，这些怪物都残血了。期间，我和柳梦瑶2人还双双升级，但我俩都没有任何欣喜的神色。现在高兴还太早。柳梦瑶直接几个大型治疗技能，让剑龙恢复了活力，然后剑龙便又冲出去，到另外一个方向引怪去。战斗开始到现在才过去3分钟，但风暴立场和焚天之地共同造成的杀戮场中，已经躺了1000多头巨猿族的尸体，这个效率完全够了。战斗依旧这样继续进行着，但这里有一个非常需要注意的地方，我特别交代了柳梦瑶，巨猿将军一次性最多拉3头过来，超过的话可能会触发他们的特殊技能召唤巨猿。当巨猿将军们同时受到的伤害超过一定程度时，会召唤一批巨猿战将出来。8000头巨猿战将小怪杀起来很费时间的，尽管在风暴立场中，猪鸟的技能伤害还有加成，配合我平均5秒都能烤熟杀死1头巨猿，但实际的战斗却远不是说起来那样简单。但我没有想到的是，最忙的反而是柳梦瑶这个牧师，在这样的战斗中，他的治疗量可是不被团灭的人。所以柳梦瑶的技能就一直没有停过。10分钟后，风暴立场和焚天之地这2个技能全部结束。此时地上已经密密麻麻满是巨猿的尸体，我和柳梦瑶都来到了102级，猪鸟和剑龙则都到了107级，但起码还有3000个小怪没有杀死。这时候风暴立场进入了冷却的时间，接下来先清理那些精英怪。我知道副本里的精英怪，也就是巨猿将军，都是个镇守一方的，之前杀死了4头，还有12头，其中有6头巨猿将军现在成了光杆司令，那就逐个击破。这就是我表演的舞台了。首先让剑龙吸引住巨猿将军的仇恨，然后是锋刃起手，再配合风沙焰这个指向性技能，让巨猿将军暂时进入失明状态。接着就是锋刃不断抬手，5秒钟我打出了13万的输出，巨猿将军血量狂掉，最后被猪鸟一道火焰连珠直接带走了。我们马上赶往下一个点，一头头将巨猿将军全部引出来单杀。片刻后，他们就全军覆没了。同时，地图正中央发出了一道巨大的咆哮声，哪个宵小居然敢帮助天宫阻拦本斗士？巨猿王怒吼着，同时所有还活着的小怪纷纷往地图的中央奔跑而去，仿佛发狂了一般，眼里只有大王。想不到这些巨猿们追星也这么狂热。我和柳梦瑶开了个玩笑，接着让猪鸟配合自己打出输出技能，带走一批巨猿战将，然后对柳梦瑶说道：“正好，现在就赶过去，把副本通关了吧。巨猿王也能召唤巨猿战将，剑龙能扛得住吗？”柳梦瑶有些担心，扛不住也得扛啊。我没有多说什么，都走到这儿了，难道还打退堂鼓？实在不行，只能我上去，或者让猪鸟上去，关键的时候扛一下。我心里打定了主意，然后便赶到了地图中央，一见面就直接开干。猪鸟的焚天之地也第一时间使用出来，接着各种输出技能全部来了一遍，瞬间就打成了一锅粥。柳梦瑶不断变换着走位，跟在我后面给剑龙加血，可剑龙现在真的承受了太多的伤害，血量几乎都是上万的个，柳梦瑶都有些加不过来了。好不容易3000头小怪清理了1000头，这时巨猿王的血量下降到了70%，他又召唤出了500巨猿战将。这时巨猿王也终于来到了猪鸟和剑龙身前2码的距离。此时的巨猿王可谓是愤怒至极，可恶又渺小的人类居然敢如此戏弄本斗神，让你们见识一下斗神的力量。巨猿王高达10几米的身躯站起来宛如一座小山，他一拳朝着地面轰了下去，裂纹一路延伸到了我们的脚下。好家伙，一击就打掉了我6500的血量，他的血量立马就进入了不健康状态。但现在巨猿王还有70%的血量，以我和猪鸟的输出也得打上一会儿。望着剑龙岌岌可危的血量，我有些无奈的说道：“看来还得找一只更强的血虫保护。”柳梦瑶点点头，然后专心加血，还给剑龙又套了一个圣盾，然后继续一起放巨猿王的风筝。接下来我也开始火力全开，配合猪鸟将小怪清理干净。在小怪还剩下几十头的时候，柳梦瑶说道：“凌晨，剑龙要支撑不住了，怎么办？让开！”我连忙说道：“我来顶一会儿。”可之前隔着3、4码的距离，巨猿王那一拳轰在地上，都能打掉我6500血，我哪里扛得住？只是一拳，我就直接开始风行步跑了。我把猪鸟丢在了巨猿的前面，全力输出巨猿王。此时的猪鸟望着自己整个身体还没有对方手掌大，也是瑟瑟发抖。然后我各种单爆
发技能全开。猪鸟也听从我的指令，反正它速度慢也不跑了，硬顶着巨猿王的攻击来输出。巨猿王的血量在疯狂下降，40%、30%、20%，又是1000头小怪出来了。剑龙加好血梅去拉小怪，巨猿王这边不用我连忙开口，可是没事，它能重生。我打断了柳梦瑶的话，游戏里宠物死亡会有减少寿命值的惩罚，但却没有属性惩罚，所以宠物并不是不能死的。当然这是游戏里，将来和现实世界融合，这个机制肯定也会不存在。我这边各种技能不断往巨猿那边丢着，巨猿的血量也终于来到了10%，同时我也和他拉开了30码的距离。这个距离，我的法术能攻击到巨猿，可巨猿打不到我，他的攻击就全部落在了猪鸟身上。终于猪鸟血调空了，但他的血量值却停留在了1点。紧接着猪鸟朝天鸣叫一声，整个身体化成了一颗散发着大火的大型鸟蛋，悬浮在巨猿王的身前。巨猿王见状马上伸出手去，猪鸟血脉，这蛋本够神药。巨猿王一脸惊喜，我这边锋刃不断袭来，同时操控风暴立场将猪鸟蛋往自己这边推过来，让巨猿王扑了个空。同时巨猿王的话也让我心里一紧，难道说猪鸟在被击败进入重生状态时是可以被掠夺走的？我连忙查看自己的宠物栏状态，果然此时的猪鸟认主那一栏空了，但很快我就乐了，猪鸟似乎对巨猿王也有着巨大的吸引力，他居然追着猪鸟蛋跑，也不来攻击我了，任由我的攻击打在他身上也无动于衷，眼里似乎只有猪鸟蛋。这样的效果我是没想到的，我便操控风暴立场，或者用法术将猪鸟蛋不断推走，溜着巨猿王这个看起来不太聪明的家伙，同时不断发出锋刃。终于巨猿王血条被清空了，我将小怪也全部击杀。恭喜玩家林中晨曦、梦里瑶光组成的队伍以43分52秒的成绩荣登南天门首通副本第1，获得100倍经验值奖励。而这一则公告已经不能引起什么火花。现在的新世界玩家们谁还关注这个？提示：已获得80亿经验值，获得副本评分奖励至尊宝盒1个，获得副本排行榜奖励至尊宝盒1个，获得了进入天宫的资格。系统第一时间就给结算了奖励，80亿经验值让我升到了113级。现在等级榜上我排在第1，柳梦瑶第2，同时地上也爆了一堆的装备，还有各种材料，这些东西我只能全部收起丢仓库。现在的我还用不上，然后我并没有退出副本，因为猪鸟的蛋还要等20几分钟。同时柳梦瑶也一直都很想看看南天门副本里的双星湖，听别人说这个双星湖是天宫里的一处实景，许多拿到了天宫门票的 CP 玩家们都会到双星湖去打卡。柳梦瑶也有一个这样的梦想，随即二人一起来到双星湖。这时柳梦瑶望着我说道：“喂，不是说了吗？等我们到了这儿，你就会怎么样？”我直接发送了拥抱的邀请，打卡。柳梦瑶笑着截屏了。二人一直等到猪鸟重生完毕，此时的猪鸟宛如新生，它的属性增强了10%。与此同时，在苍穹主城复活，一个魂少女正骂骂咧咧的刚刚复活，有毛病啊，都要停服了，还不让人好好玩，居然还有掘金者。我这么可爱一个妹子，他们也下得了手，把我装备给抢光了。而她是一个主播，叫做林小雅，在网络上有一些名气，可几个掘金者却丝毫不以为意。这时他们已经来到了天悦城外，精神变态语调略带玩味的说道：“想不到我们刚才杀的那批人，居然还是一个女主播，笑死了，粉丝还不少呢，都怪林中晨曦，我们在天悦城这边蹲1天了也没见到他，实在是手痒啊。”鬼力笑嘻嘻的说着。这时候叶忍说道：“别蹲了，有兄弟说林中晨曦在刷南天门副本呢，还没有见到他出来，我们继续扫图，多报一些装备和道具去。虽然现在物价大跌，但咱们努力，一天200-300还是赚得到的。”而此时的我和柳梦瑶还在副本内，不过我们不是在双星湖看风景搞 CP， 而是利用南天门副本的 bug 不断刷经验，这一刷就是2个小时。所谓的南天门刷经验 bug， 应该说是游戏机制故意的，利用巨猿将军会召唤巨猿战将的技能，可以不断刷怪，想刷多久刷多久。现在我和柳梦瑶又刷了2个小时，等级到了120级才离开了副本。接下来游戏里就没多少提升了，依旧是继续收东西，顺便陪着柳梦瑶玩玩。我也在现实中做一些安排，我打算尝试着联系一下龙国的军方，给他们写建议信，然后再力所能及做一些事情。下线后在客厅我又碰到了白书怡，我们会长想和你谈谈，问你愿不愿意。没问题，下午我加他。我表示可以。从白书怡坦白到现在，雪墨并没有直接私聊自己，而是让白书怡来询问我的意见。这些行为都能看得出，雪墨这个会长情商还是很高的，起码没让我会觉得心里不舒服。吃完饭我就上线了，先是加了雪墨的好友，当即便收到了他的消息：“你好，林中晨曦，你好，雪墨大会长。说正经的，你应该知道我找你是想了解什么。你真觉得这个游戏以后还有重新开服的机会吗？我不觉得啊，但我相信这么大一个游戏突然倒下，肯定得做出一些赔偿的，要不然整个蓝星10几亿玩家，有多少人要跳楼？可新世界的公告都说了，他们赔不起。总之保留账号没有错。”雪墨回道：“我也是这样认为的。对了，听说你新副本要借调我们的白长老，混到他这个位置，在公会里肯定都有专门配置的队伍。现在白书怡要和我一起布副本，之前的小队自然也就解散。”我当即回道：“如果不方便的话就算了，第一次谈话，我可不想欠别人什么人情，哪有不方便的？我是听书怡说你们队伍里就4个人，你看要不要我也过来？”“好啊，欢迎。”谈话到此算是结束了。这期间我也在看自己的邮箱，好家伙，全部都是张春林邮寄过来的。天宫水晶直接来了1000颗，放在以前这玩意是10万1颗，一次性买1000颗那是想都不敢的，而现在8万块买了1000颗，另外还有足足100个炫彩宠物蛋，标价10万块。收到钱的张春林马上发来了消息，还要继续收购不？我看你东西够多了。说实话兄弟，这一回你真是抬了我。
了我一手。我实话说了，刚刚叶腾龙还在班级群里嘲笑你，我直接骂了他傻福，以后你就是我大哥了，理他干什么？继续帮我收，反正现在能收到的东西，你尽管收就是，注意压最低价。随后便结束了对话。接下来我就先开蛋，100颗炫彩蛋，我一口气全部开了，并在天悦城内圈出了一个零售基地，招募了30名顶尖的驯兽师，花费了6000万金币。如果自己用不上的宠物，可以暂时寄放在这边。然后我开始一一查看这些宠物的品质，运气还算不错，但也没有再出现神话。100颗炫彩蛋，开出10头超凡宠物，其中6只传奇，4只史诗。我挑选了一下，先给自己选了2只，再给柳梦瑶选了3只。给柳梦瑶的3只宠物职业搭配也比较合理，史诗级的肉宠用来替代她的剑龙，另外2头分别是战士职业、法师职业。这样的话，柳梦瑶以后面对一些单人任务也不用愁没输出了。至于我自己，则打算将输出进行到底。所以我又选择了一头法式职业的宠物雪女，品质史诗，综合成长评价 FF。这是一只水属性的宠物，还是偏控制的，而且还有很强的保命天赋以及免疫负面状态的天赋。至于最后一头宠物，我选择的不再是法系宠物了，飞天鼠，品质史诗，综合成长评价 FF。毫无疑问，这头宠物是用来保命的。1级的飞天鼠，速度就达到了将近8码每秒，搞定了宠物。接下来就是鉴定装备，我直接用高级鉴定符，忙活了大半个小时，终于把2000套手工全部鉴定出来了。运气相当的不错，居然出了8件9星手工。但让我无语的是，没有一件是可以用的。不过没关系，我拿出了天宫水晶，直接从别的装备上面抽取属性，于是我变出了4件这样的手工装备：红月腰带，品质神话，等级100，属性体力加250，精神加500，特性1，技能吟唱时间减少30%，特性2，技能效果增强20%，特技3，群体减伤5%。毫无疑问，这件装备是给柳梦瑶的，每一个词条属性全给他拉满。祭祀披风，品质神话，等级100，属性体力加250，精神加500，特性1，魔法消耗降低20%，特性2，免疫控制概率提升10%，特性3，治疗效果增强15%。依旧全部拉满了的词条属性，2件装备配合起来，能让柳梦瑶的治疗技能效果增强30%。我自己的装备也是极品9星，风行腰带，品质神话，等级100，属性精神加550，敏捷加200，特性1，技能吟唱时间减少30%，特性2，技能效果增强20%，特性3，所有技能上升1级。法师的狂想披风，品质神话，等级100，属性精神加550，敏捷加200，特性1，风暴立场效果增强50%，特性2，所有技能上升1级，特技3，技能伤害效果增加15%。这就是我给自己量身定做的2套装备。我马上就拿着4件装备全部强化到+18，然后穿上手工，打开了自己的属性面板，魔法攻击就差1000能达到8万了。另外我的速度已经很恐怖，几乎进入了100米3秒这一步。当我弄完了这些的时候，柳梦瑶也上线了，我将装备和宝宝都交给了她。我对柳梦瑶说道：“极品宝图又来了500张，我们继续去挖图，顺便带宠物升级吧。”好呀，柳梦瑶点头，但也说道：“等待他们到了100级，然后就停好不好？我想你带我去天宫上面逛逛。”没问题，我自然答应。现在手工搞好了，宠物也足够了，我这个账号能提升的也不大，可以有时间去干点别的事情。极品宝图能挖到的东西，对于我来说现在意义都不大了，所以它也没什么指望。但现实往往就是你越想要什么的时候，偏偏就不来。现在我没指望了，结果200张图永恒水晶就挖到了10个，甚至还挖到了1张阵法残页，破碎的斩神阵法残页，这是组成9级护城大阵斩神阵法其中的一道。传说斩神阵法威力强大，拥有困死天神的能力，所以被天神们破坏分成6批，这只是其中之一。好家伙，斩神阵法9级护城大阵，这可是好东西啊！我连忙收起来，同时给张春林发去了消息，帮忙留意斩神阵法残页，如果有就帮我收，价格你看着办，10倍我都愿意出。结束了一天的游戏，本来我是打算去看看论坛的，可这时白淑仪来敲门了。我打开房门问道：“有事？我转校过来的呀。”白淑仪回应，但我一脸懵逼，关我什么事？白淑仪无语了，忍不住吐槽道：“好歹朋友一场，而且还是室友，将来咱们还是校园，难道你不觉得明天应该陪我去一趟学校，熟悉环境？”你什么眼神？干嘛这样看着我？白淑仪一脸的奇怪。不行，我这几天还有事情，一点空都没有。我直接回绝。你有什么事啊？白淑仪表示不理解。我真有事，明天开始要请3天假，刚准备和班导发消息。说着，我当着白淑仪的面发了请假的消息。好吧，既然你有事就算了。白淑仪也没多说什么。再醒来已经是第2天的上午，我看着日历，4月16号，还有12天就是游戏入侵的日子。随后直接上线，我看了好友列表，发现柳梦瑶在线，而且还是组队状态，便申请进去。我进去后发现了另外2个熟人，小鸟伊人、雪墨，你们也在？我好奇询问，雪墨反问道：“等你啊，不是今天下新副本吗 ？OK， 还有1个人，我拉他进组。”我点头，然后发现张春林这货居然没上线，只好暂时离线去给他电话。上线下副本了，老大，你果然是一门心思都在游戏里，难道你没看咱们班级群？张春林居然说起了另外一件事，没看，而且你不是退出班级群了吗？我又被朱老师拉回去，结果一进去就看见周扒皮在群里圈你，还在群里批评你请长假，甚至整个学期都没几天在学校的。张春林说完了还表示忍不了，我呸！
什么东西？我就受不了叶腾龙这家伙，我非得对他几句。我却说道：对他干什么？赶紧上线，别的事情不用管，我们先把副本过去了再说。张春林上线，5人小队直接奔天宫而去。而这新推出的副本叫做天宫之乱，就是12个魔头联合起来进攻天宫，其中就有巨猿王。不同的是，这一次的巨猿王更加强大，120级，200万血，攻击力更是能直接秒杀我的存在。但他身边还有另外11个魔头，而天宫的各方势力也不团结，所以这个副本就是希望玩家们能够帮助对抗12魔头。我们要不要先试试普通难度？雪墨提议，这个新副本大家都没打过，先体验一下也未尝不可。对此我倒是没有异议。普通副本如果首通能上排行榜1，也有至尊宝盒的奖励。我看了各种难度级别副本的介绍，然后说道：普通难度的天宫之乱，实际上平推就好了，比的是大家的输出。一会儿进去后，大家火力全开就好。随即5个人一路平推过去，我的3只宠物也全部出战，在让宠物们自由发挥的状态下，猪鸟居然贡献了团队26%的输出，十分恐怖。这也让白书怡怀疑人生。书怡别灰心，战士砍怪本来就不如法师，更何况我的猪鸟可是宠物排行榜1，还有5个输出技能，而且多数都是大范围技能。不行，等下我就去收炫彩蛋，一定要开一只比猪鸟更厉害的出来。白书怡被猪鸟的恐怖输出给惊呆了，对此柳梦瑶笑道：你超不过的，猪鸟可是神话级别的宠物，成长达到了 SS 加，整个新世界20年，神话宠物才出现3只，另外2只都没有猪鸟强大。我不信，我现在就去发布消息，收购1万个炫彩蛋。白书怡似笑非笑的说着，张春林立马说了一句话：现在估计收不到那么多炫彩蛋，等到了明天，这个游戏的市场就会彻底沉寂。你们没看新闻吗？有人统计了各大直播平台，截止到中午为止，那些网红们一共销毁了380万件装备，还放生了600万的宠物，各种道具都销毁的数量都破亿。说到这，张春林也是一脸的无奈与感慨。那我可得赶紧去下单。白书怡的想法倒是纯粹，似乎别人的情绪根本左右不了他。我们继续吧，这一次挑战困难。我笑道：把每个级别都挑战遍，拿满所有的至尊宝盒，然后多开一些宠物装备来。新世界里的宠物装备都是不可交易，而且也不会损坏，说明的是一旦宠物寿命归零，彻底死亡，宠物装备也会随之消失，所以市场上根本收不到宠物装备。想要好的宠物装备，就必须自己去打。困难副本也是一路平推，他们的速度很快。白书怡一看自己的输出追不上，也开始划水了，于是我便多用力几分，一直保持着快速。结果白书怡还得寸进尺，干脆原地不动。你在干嘛？柳梦瑶质问一声。白书怡嘿嘿笑道：我在开蛋呢。半个小时后，大家一起推到了120级的巨猿王面前。这时候白书怡惊呼一声：神话怎么是条小狗啊？什么小狗？大家一边打怪一边好奇的看去。你把属性发出来我们看看。雪墨说话的声音都有些颤抖，也十分羡慕。下一刻白书怡就将属性发了出来。好家伙，天狗的属性还有天赋技能，简直就是一只无敌的斗犬神宠啊！就这，白书怡还不是很高兴。雪墨表示很无语，就是我都没神话宠物呢。张春林也是一脸的羡慕。我笑道：我们继续，今天有机会能刷到8个至尊宝盒，可以凑齐2套宠物装备。这时雪墨说道：等下我也滑下水开炫彩蛋去，不过我也会输出的。我刚刚想了一下，现在不是很多网红在毁蛋吗？我觉得现在开蛋出好宠物的几率会很大，貌似还真是这样。好好的一个副本，居然成了队员开宠物蛋的点。好在困难难度以我们的装备实力，还是轻轻松松刷过去了。用10滴，噩梦级别也是一样，至尊宝盒又多了3个。到了地狱级别，奖励4个。而张春林也加入了开蛋队伍，雪墨开了150个炫彩蛋，只出1只史诗级超凡。张春林开了50个，出1只传奇后便肉疼收手。靠，不开了，有传奇够了，这游戏马上关服，我还花这钱干嘛？雪墨和白书怡不服气，又让人邮寄一批过来，反正他们不差钱。现在炫彩蛋跳楼价80块1颗，我让张春林的工作室帮我又囤了1000颗，另外装备鉴定符也囤了1万张。好了，要开蛋等等再开。我说道：现在是地狱难度，能不能通关都不一定，都打起精神来。有了前面经验，打法大家都熟悉了，我选择好难度，再次带队进本。推到第一个 BOSS 双头怪时，不一样的情况出现了。双头怪被击杀后居然复活，叫嚣着：你们竟敢击败本王的肉身，本王绝不会放过你们。然后化作灵魂形态逃走。怎么回事？张春林震惊，难道我们哪个环节出错了？不是，我沉声道：刚才那个只是灵魂形态，看来这次更新的资料片里有玄机，接下来的 BOSS 无一例外被击败后全部以灵魂形态逃走。雪墨都忍不住怀疑，这真是地狱级，感觉有点轻松啊。5个人进本1小时，平均5分钟推1只 BOSS， 马上就是最后的巨猿王了。不管了，打过去再说。我率先踏入最终地图，偌大的中央王座上，巨猿王高高在上，身前是11道 BOSS 的灵魂，正向他告状：巨猿王，你可要为我们报仇啊！俺们可都是为了你，被人打的肉身都消灭了，幸好我们都修炼出了灵魂形态，要不然就彻底玩完了。巨猿王似乎有点耳背，报仇硬生生听成了报仇，然后他暴走了。他大吼一声，双眼冒着绿光，张开嘴巴用力一吸，哀嚎声四起。巨猿王残忍地吞噬掉1道灵魂，每吞噬1道，血量都在增加，到最后血量足足达到了300万灵魂，这可是大补的东西。巨猿王得意狂笑，本王现在感觉浑身充满了力量。见状，张春林咽了咽口水，好强悍，我感觉他一拳就能打死我。我们真要和这个大家伙打。此时的巨猿王身高将近100米，宛如电影里的金刚。都到这儿了，怎么可能不
不打。白淑仪抄起长枪，我先上，给他一个强化冲撞。骑士跟上挖仇恨，开搞，我也发话了，但我却看向了地图周边的5个巨型王子，我以极快的速度朝其中一个冲了过去。战斗已经展开，仅过去几秒，张春林10几万的血条就没了一半，声音都变了调。妈呀，一下打掉我5万血，这谁顶得住啊？以张春林骑士的防御外加装备减伤，巨猿王造成的伤害依然恐怖。他的伤害无视防御，只有减伤效果有用。我马上指挥瑶瑶给张春林套神光庇佑，卡好技能冷却，再上神圣护盾，2个技能轮流上，然后你们且战且退，每个人找一个王座站上去。白淑仪还以为我在胡闹，但还是听话的找了一个王座。张春林硬着头皮也站了上去，5个人全部就位。春林，别拉仇恨了，从现在开始，一个嘲讽都不许用，宠物也不许用，所有人站在王座最高点对 buff 放技能，只放输出技能。瑶瑶加血和护盾一个都不要放，就用圣光洗礼打他。近战宠物全部待命，不要离开王座顶端。虽然不懂什么意思，但大家都照做了。然后大家就发现，本来不可一世的巨猿王突然失去了目标，在5个巨型王座之间跑来跑去，庞大的身躯变成了一个巨型靶子。我去，这是怎么回事？张春林惊呆了，好像是 bug。你怎么知道这个 bug？ 我随便找了个借口，你们就知道开宠物蛋。其实上次副本我就试过了，巨猿王看不到王座上面的目标，在 bug 帮助下，300万血的巨猿王被击毁击杀。游戏里马上响起一连串公告，恭喜林中晨曦小队成功击败巨猿王地狱级，守护了天宫，天神们赐予每人2个至尊礼盒，另奖励小队2个稀有职业宝盒。声望系统开启，天宫之乱已结束，天神们赐予大家灵魂修炼的方法，详情请升到120级查看。顿时世界频道炸锅了，新世界都要关服了，你开声望系统，还开新玩法。林中晨曦又是他，听说他为了玩这个游戏把房子都抵押了，借了好几百万进来，游戏都要关服了，还花这么多钱。我没想到自己终究出名了，不是因为游戏里多厉害，而是因为同学的暴任。在新世界宣布永久停服且无任何补偿时，我居然卖房借钱砸了几百万进去。网上对我的评价没有一个正面的，甚至我还接到了许多电话。而此刻我正和柳梦瑶打电话，我明天去市里参加当代少年录制，后天进京去做专栏节目。你别担心，是我自己想去的，不是为了钱。安慰好柳梦瑶，我又给张春林打电话，哥们搞了2个节目，现在更有钱了，游戏里的东西继续给我收，收到吐为止，价格压到最低，放心老大。对了，蒋婷婷不知道从哪听说我在帮你收东西，想要采访我，还让他妹妹蒋悠悠帮忙说话，我能去吗？听得出来张春林很兴奋，我记得他一直喜欢蒋悠悠，想去就去。我只有一个要求，游戏里收购道具和装备不能停，那个阵法图纸给我挂重金悬上去。挂掉电话，我开始构思在节目里说什么。马上危机就要来临，可整个世界还一无所知，依旧是纸醉金迷，但这些繁荣很快就会毁于一旦。我作为知情者，责任心驱使我必须提醒大家，可重生这套说辞说了也没人信，这是我最大的秘密。想来想去，我灵光一闪，就说自己做了一个梦吧，信不信由他们，反正我尽力了，而且可以借机对话军方。虽然游戏只剩10来天，但现在开始布局，军方起码能有准备。我隔天启程，出门前张春林打来电话，他是来报告收购情况的。市场上还有人在卖至尊宝盒，有多少我全部要了。我眼神一亮，至尊宝盒是目前唯一能产生极品宠物装备的东西，而且宠物装备是消耗品，越多越好。老大，这玩意儿可不便宜，一个至尊宝盒要1000块。那些工作室说你要全收的话，一天能给你刷几百个出来，你去砍价600一个，否则让他们烂手里。谁都知道游戏要关服了，这最后一笔可以给他们赚，但也别太想当然。我挂掉电话，我相信工作室会答应的。他们手里握有大量账号，虽然多是打金号或生活号，但在游戏降临现实后，这些打金员反而会一跃成为精英人群，是一股不小的战略。现在和他们做交易，以后拉拢也简单。那些工作室一天就能花掉你10几万，你还让张春林到处收道具，现在每天支出超100万了吧？白淑仪奇怪地看着我真的很怀疑你这样疯狂投入，是不是笃定了什么？你就当我有内幕呗。我打了个哈哈，白淑仪也没追问。车子刚要出小区，我皱起了眉头，我看到了一个人，很明显是来堵我的。停车，我下去一趟。来人是虎哥，杀马特装扮，密密麻麻的纹身，谁都能看出来者不善。我和你一起下去，我可是练过的。白淑仪不放心，拿出电棍交给我，等下要动手直接电，你会用吗？会，但用不着。你在车上乖乖等着。我将电棍还给他，打开车门。面临危险，不但临危不惧，还很有男人担当，而且知道保护女人。白淑仪望着我的背影，小声嘟囔：难怪瑶瑶这么迷恋你，原来都是有原因的。虎哥，你是来找我？我很识相，率先开口，但回答我的不是虎哥，而是叶腾龙。叶腾龙趾高气扬地指着我：你知道就好，你欠我哥的钱，现在要还了，不是说好3个月吗？现在才过去3、4天。叶腾龙嚣张道：谁跟你说3个月？你有借条还是有证据？今天不还钱，别想出门。我看明白了，找茬的人不是叶腾，而是叶腾龙。这家伙之前没少在同学面前怂我，现在我突然在网上红了，黑红也是红，有关注就有热度，有热度就有流量，有流量就能变现。叶腾龙感觉被打脸，再加上眼红，故意来找茬。我直接看向叶腾虎哥，说好3个月，但现在我不需要，最多1个月，我把钱还给你，我让你今天就还，你聋吗？叶腾龙打断我的话，你说了不算，我压根不搭理他。到时候我多还100万，是听你弟弟的话找我麻烦让我还不上钱，还是多赚100万？虎哥你自己选。叶腾虎没有犹豫，可以，但这回你要白纸黑字立字据，300万现金，1个月后全部还清。这就是叶腾虎今天来的真实目的。没问题，300万，我现在就写。我回到车里问白淑仪要了纸笔，你真写啊？白淑仪一脸无语，一个地头蛇而已，你这么怕他？没事，我自有办法。我没多解释，走过叶腾龙身边时，我停住脚步，用不屑的眼神看着他，直到他让开，知道让路就对了。
虎哥，现在我也算你的财神了吧？能不能麻烦虎哥，从此以后让你的狗都离我远点？叶腾龙气得要动手，叶腾虎上前就是一耳光甩在他脸上。你知不知道你在干什么？跟你说过多少次，不要和钱过不去。现在叫陈哥道歉，陈哥对不起。叶腾龙鞠躬道歉，我没有多说一句话，坐上白淑仪的车走了。等他从京城回来，全世界就将巨变。在游戏入侵后的世界，两个没有游戏能力的普通人，不用我出手就成为怪物的口粮，你等着看好了。车子到了龙海电视台，那我就先回去了。白淑仪说，我点点头，我这一趟估计至少27号才能回来，你一个人待在龙海也无聊，建议你回家去，就说学校放假了。叶腾虎兄弟不好惹，我不在，不能保证你安全。我找了个借口让白淑仪回家，等我回来时，游戏就要入侵现实了。白淑仪父母年龄大，也不知道有没有游戏账号，让他回家，到时候起码能保护家人。好啊，那我就回家玩几天去。白淑仪没有异议。1个小时后，我通过电视台视镜来到演播间，主持人潇潇穿着职业套开始采访，但录制并不顺利，因为我的一些话让整个节目组震惊，甚至一度暂停录制。导演找我沟通，你在节目里喊话龙国军方，我就怕。放心吧导演，万一我做的梦成真了呢？以现在游戏的物价，军方投入不了多少钱，不是钱的问题。导演一脸为难，虽然你的梦让人震惊，但震惊过后呢？这只是梦，大家只会当笑话听。既然这样，那你还怕什么？这是我个人言行，我来负责。万一军方真听了我的话，事后梦没实现，你觉得军方会主动披露上当的事让全世界笑话？导演最后妥协了，好吧，那我有必要让潇潇加依据，这些都是你的个人言行，与本台无关，随意，我无所谓。完成录制，我收拾行李。龙海市候机大厅4月22日下午4点20分，距离游戏入侵现实只剩5天，我戴上游戏头盔上线，把每日灵魂修炼点了。以我现在的地位，用的都是炫彩灵魂晶石。灵魂修炼排行榜上，我以第2阶修为遥遥领先第一。灵魂修炼能增幅属性值，至尊宝盒我现在也能开了，开出3套宠物装备，3只战宠属性增加。现在的我足以单刷南天门副本，法术攻击力突破10万。接着我看向天宫之乱副本的奖励，隐藏职业证明：天行者、物法双修、全能型战士法师，全属性成长2级以上，敏捷系数比风法高5倍，1000点敏捷能达到50码每秒的速度。但隐藏职业没有专属套装，只能穿自制手工。我犹豫了，另一个隐藏职业是柳梦瑶的光明神念者，牧师隐藏职业，特殊技能可治疗可输出。柳梦瑶上线后，我把转职证明交易给他。柳梦瑶转完说道，我多了一个任务，什么任务？可以组队吗？随即他把任务分享到队伍，拯救光明圣女一族，任务难度 SSS， 任务描述：上古时期，光明神殿中有一群被精挑细选的女子，被神圣之息照耀，成为光明圣女，但她们没有自由，甚至没有尊严，不过是神官们发泄的工具。直到一个与众不同的女子出现，带领他们推翻了神殿，这名女子被称为神念者。现在，光明圣女族的后人们正面临巨大灾难，请前往救援，并引导他们找到新的领域。任务奖励：光明圣女权杖神话唯一可升级，光明圣女一族的王权象征，拥有它便能号令光明圣女一族。我惊呆了，唯一装备神话品质，还能号令一个游戏中的族群。帮柳梦瑶做完这个任务，她就能拥有一个绝对忠心的族群。我看了，任务必须做，不过我现在没时间，等我忙完这阵帮你做。我打定主意，这个任务必须拿下。快登机时告别下线。刚检完票，张春林就打来电话，老大，你怎么下了？我刚收到一批高级鉴定符。张春林声音兴奋，我打趣道，高级鉴定符有什么可高兴的？难道你和蒋悠悠有戏了？哪能那么快？以前我身家千万也不敢表白，现在更不敢了。不过我会努力的。张春林情绪低落了些，你可以试试。他接受，说明人不错；不接受，是他没眼光。老大，你觉得我真可以？可以的，我对蒋悠悠还是了解的，同班同学，颜值中等偏上，性格挺活跃，单纯的姑娘。好，那我找机会。张春林认真起来，又道，老大，我之前高兴是因为这次收到的鉴定符都是120级。什么？我震惊不已。120级高级鉴定符代表120级手工装备可以做鉴定。你怎么收到了？算了，不管了，继续收，有多少收多少。你现在去做一套120级手工，鉴定后截图发我，我马上上飞机了。5分钟后，张春林发来图片，我看完长舒一口气，天行者可以赚了。120级手工装备除了3条特性，还多了一个技能槽。张春林特意发了一张3个凹槽的特性，一个技能槽，技能随机生成，可以洗，可以用天宫水晶替换。另外2个是宝石位，宝石系统早有了，但一直没有可镶嵌的装备，原来120级装备才可以用。我马上回消息让张春林大量收购宝石，砸锅卖铁也要买。然后我登上飞机来到京城，快银工作人员接待我住进5星级酒店。晚上我美美睡了一觉，而我不知道的是，军方秘密基地中几个机要人员正坐在一起看着我的影像资料。电视台怕担责，率先发给军方征询意见。看完视频，一位老者站起来，大家怎么看？这个凌晨说的有模有样，只是太天方夜谭了。将军说的对，梦见游戏入侵现实，就卖房子借钱囤物资，但他的话不全是无稽之谈。星辰之石的来历研究很多年了，谁也无法解释一块外太空石头里竟有如此庞大的游戏系统，技术领先蓝星不知道多少年。将军，要不要找新世界公司要些星辰之石的资料研究？众人各抒己见。将军沉吟片刻后苦笑不已，新世界公司不属于我们国家，是联合组织，找他们要资料估计也不会给，就算给，人家研究几十年花了几千亿都没明白，我们又能研究出什么？有这个经费，不如随便拿点名头，安排各地驻军派一个加强联境游戏，宁可信其有，不可
星期五吧。老将军的话让众人颇为意外，而如果我在这里，就会认出这位老者的脸型，和游戏 CP 柳梦瑶有几分神似，而他就是蓝星龙国大将军柳泉。我完成了第一次网络直播亮相，刚开播，直播间人数就超过了10万。这一次的直播是以采访的形式进行的，主持人是一个拥有3000万粉丝的 UP 主 ，ID 叫做萝莉不是萝莉。礼貌的打过招呼以后，萝莉不是萝莉开口了：“听说你在游戏里的投入至今已经破1000万了，是吗？”“是的。”我点头。“那请问一下，这些钱都是哪里来的呢？”“父母的抚恤金，家里的那套学区房，还有网贷和借钱。请问到底是什么原因让您做出这样的决定呢？”这个问题我在录制《当代少年》的时候已经说过了，不过这边可以再回答一次。我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我的一个梦，而且我也感觉我们所在的世界会发生变化，所以我选择了赌一把。而当我完成录制以后，官方找到我建议，现在你的热度正高，要不要下午就尝试自己开播？我们这边会安排一些产品给你带货。我对此倒不是完全没有准备，我知道官方没安好心，但我却毫不思索就答应了。马上全世界都要毁灭了，我就算卖了出去，大家都等不到收获的那一天。现在的我需要的就是资金，我没有任何心理压力，就开启了带货直播。第一场直播的带货成绩很不错，总计销售达到了3000万。按照约定，我能分红300万。到了晚上，带货成绩更好了，第一天我就赚到了800万，而游戏里收购的事情就全部交给了张春林。这期间还有一个小插曲，雪墨打电话问道：“你真要换掉法神套吗？那套装备我感觉我可以入手一下，卖吗？300万，后天游戏就要停服了，你也脑子有泡吗？”我半开玩笑的回应。雪墨笑道：“我不是脑子有泡，你那场直播我看了，300万对于我来说不算什么，既然你能投入这么多，那我就跟一手，当做玩玩，同时也算是朋友之间对你的支持。我为有你这样的朋友而高兴，我答应卖了。”然后我在直播间里宣布了这个消息，果然又在网络上掀起了惊涛骇浪。我就在各种质疑和谩骂声中，淡定地完成了最后一天的带货。同时我也有了足够的资金，游戏里的金币收购目标包括120级的极品鉴定组，甚至9级阵法碎片都收购到位了。很快时间来到4月26号，我启程回龙海，第一时间就进入了游戏，留给我的时间就剩下1天了。120级的手工装备，还有转职以及柳梦瑶的转职任务都要搞定。9星手工装备是可遇而不可求的，所以我发动了张春林的工作室，几十个号全部到各大主城疯狂定制手工装备。而这时恰巧白书怡打来电话，表示能借我600万。够了，我大喜不已。这600万加上这几天带货赚的，完全足够让我将市场上所有的金币全部秒下来。此外，这一次我加上张春林那边的工作室，一共在游戏里下单了10万套120级的手工装备。我要直接靠数量把9星手工给兑出来。一觉醒来，我看了看时间，4月27号上午8点半。龙海市可是从来都没有出现过下雪的天气，但今天醒来的我却感觉冷风嗖嗖的。一打开窗子，外面居然大雪纷飞，苍穹之上黑云压城。我连忙打开电视转到新闻频道，果然新闻里报道的都是各地出现了反常的天气，整个蓝星似乎一夜之间全部乱套了。这时候我的电话响了，是张春林打来的。老大，下雪了，冷得要死。话说你怎么还没上线？装备都做好了吗？我询问道。还全部鉴定出来了，然后我让他们都邮寄给你。话说老大，你赶紧上线看看有多少9星啊！好家伙，一次性10万套手工装备，还全部都是极品鉴定。这要是在以前，没个10亿下不来吧？辛苦，我先上游戏了。我没有多说，登录了游戏，然后便是不断的收取邮件，紧接着存入城主府的仓库，接着将仓库关闭。在打开的时候，装备就会按照品质贵重自动排行。我第一眼就见到了一整排的9星手工装备，数了一下，足足30多件，差不多能凑个5套左右。10万套就出了5套左右，这概率还真是没省。我挑选了一套手工装备的模子，开始利用天宫水晶抽取自己想要的属性。20分钟后，属于我的一套，也是整个新世界网游里唯一的一套120级手工装备新鲜出炉。我将9星宝石全部镶嵌了上去，然后马上转职天行者。转职后的我属性面板十分吓人了，5万多的血量，在所有输出职业里面绝对属于血牛的存在，而达到了230码的移动速度，更是恐怖如斯。我1秒能跑出差不多200米，比赛车还要快1倍。此外，我还能学习大多数的禁咒技能，最终我选择了3个禁咒：禁咒风暴立场、控场技能，还能给猪鸟增加输出。禁咒星能爆杀，单点输出类禁咒里最强一档的禁咒，攻击目标后灌注星能，期间目标每受到1次攻击，受到的10%伤害值将延后结算，并获得1层星爆状态，3分钟内可以随时引爆星能，每1层星爆状态结算后造成双倍纯粹伤害效果。上限30层，禁咒7星巨能，开启后获得1个星能槽，最多累积7个星能，每一个星能可提供1个500码的瞬移效果。瞬移期间处于无敌状态，并对瞬移2点间的任何敌人造成伤害。至此，我的天行者转职算是全部完成。这个时候，柳梦瑶也上线了，她惊讶地问道：“你也转职了？再不转，我怕没机会了。”我笑了笑：“什么没机会了？马上关服了是吧？我看到公告了，说是晚上11点就会停服。还有，好奇怪的，我们这儿今天居然下雪了。下雪还好，没下冰雹就行。”我没有和他多说这个问题，而是马上给他装备嘱咐道：“你先换上这一套，宝石我也给你镶嵌好了，趁着还有时间，去把你那个任务赶紧做了。”柳梦瑶换了装备后惊讶说道：“这个评分总榜是什么时候出来的？”“昨晚就出来了。”我早就发现了这个榜单关系着游戏入侵现实后能继承到的游戏能力以及装备属性是否会被削弱，所以我现在保持着各大榜单的第一，就是为了这个评分总榜的第一。我扫了一眼榜单，给张春林发了个消息。
消息，评分总榜出来了，赶紧把你的评分冲一冲，起码弄到90去，然后进组去做个任务。很快张春林进组了，雪沫和白淑仪也都收到了邀请进队。雪沫一进来就说道：“我们这儿好恐怖，外面在下冰雹，都砸死人了。你是北方的？”我询问：“是啊，那难怪。”随后我对众人说道：“现在全世界都出现了极端天气，但是你们有没有发现，其实无论下冰雹，还是4月飞雪，又或者是海啸，这些天气在游戏里是很常见的事情。你什么意思？”白淑仪马上警觉地看了过来：“不懂啊，老大，游戏是游戏，现实是现实，能一样吗？”张春林还没回味过来，雪沫沉默了，眼神复杂地看着我问道：“你不会是想说，你在节目还有直播间里讲的那些话，你做的那个梦要成真了吧？”“是的，现在我们先赶路。”半个小时后，张春林的评分变成了90分，然后一路冲到了93分。“先任务吧。”我在队伍里说着。片刻后，大家来到了目的地流放之地，这儿是一片蛮荒，到处都是荒凉的败草，还有浑浊的水源。圣女族的人就在这样的环境中生活，据说这是天神的处罚。5人刚踏入这个地方，那些在地下蠕动的怪物就警觉地朝这边过来，最后破土而出，是一只巨大的丝地虫，整个前端是一张直径超过3米的血盆大口，一股腐臭的气息被他嘴里喷射的液体带了出来，好恶心啊！白淑仪差点都要吐，我也感觉有点恶心。直接开禁咒吧，7星巨能！我挥舞着天机，远程打出了几道攻击在丝地虫身上。等到7星巨能满了，再反复横跳了7下，丝地虫都被我给晃晕了，最后直接倒地，大概10万血。这怪物是150级的，只能算是普通怪物，大家小心点。接下来众人都很小心，尽量避开丝地虫。当来到一棵枯树下的时候，突然听到了一道声音：“你们是冒险者吗？”一个小女孩从树洞里钻了出来，小女孩的发色是金色，闪闪发亮。不等我和柳梦瑶回应，那个小女孩突然说道：“不好，你们快躲进来！”不远处，一头比刚才要大上10倍不止的丝地虫从地下钻了出来，对着天空发出了嘶吼声。它似乎在寻找什么，一直折腾了将近10分钟，才又钻进了地下，消失不见。此时树洞内，我们却被上10个金色头发的女人们包围了。很快，其中一位年长的女子带着所有人，向着柳梦瑶跪了下去：“神念者，你终于来拯救我们了吗？”“是的，我来了。”柳梦瑶上前扶起这名女子：“你们怎么会落魄到这样的地步？我们被天神惩罚前来侍奉地龙王，就是刚才你们看到的那个怪物。可这个怪物却把我们族人当成口粮，我们不得已只能躲藏在这些大树之中。”女人叙述着。这时我问道：“圣女族就剩下你们这些人了吗？”女人摇了摇头：“不止，我们只是一个家族。圣女族体质特殊，可以利用圣果的力量诞下后代，但圣果只会赐予我们女人。现在我们带来的圣果也全部吃完了，如果我们继续被困在这里，最后肯定都要成为地龙王的口粮。那你们还有多少人？”我继续询问。大概有上万人，都分散躲藏在各个大树洞之中。你们这么多人，为什么不联合起来杀死怪物，然后逃走了？白淑仪忍不住开口了：“我们的神力被天神禁锢了，只有离开流放之地才能重新获得。不过我们始终相信，肯定会有神念者来拯救我们的。”女人的解释让我明白了一切，只是那个地龙王是150级的野外 BOSS， 这有点棘手。好了，大家开始干活，一会儿全力输出 BOSS， 注意走位躲藏小怪。说罢，5个人站好了方位，很快就有小怪杀了出来。我一个超级滑铲就击飞了一只小怪，白淑仪跟上一个技能，把小怪给劈成了2半。丝地虫 BOSS 似乎能感应到子孙们的死亡，很快就杀了出来。当他出现的时候，站在空中高达100米，可是他的身子还有一大截继续埋在地下。我看着张春林说道：“如果你感觉恶心，就闭上眼睛拉仇恨，反正有时装，特么的！”我第一次后悔玩骑士。张春林很是无语，但他还是很勇敢的上前嘲讽拉仇恨。而此时我的3只宠物全部放了出来，风暴立场开启，接着就是一个附魔半月斩朝着丝地虫冲锋。这期间我还开启了装备的急行状态，让速度暂时突破了400码。命中了丝地虫以后，2道巨大的伤害数字从他的头顶飘了出来。吃痛的丝地虫马上朝我喷出一道毒液，但我以极快的速度躲开，同时在队伍频道大喊：“这怪物法防比物防要高！”小鸟一人负责2号输出位，雪沫你尽量用负面状态技能甩过去，而我先是用星能爆杀把标记给丝地虫安排上，接着是超级滑铲，但击飞不了这头庞然巨物，我也不管了，闪到他的后方，利用他转身慢的特点，用强化闷棍去打输出，还有附魔刺杀、强化偷袭这些小技能不断打出去。打完了一套那就普攻。1分钟后，丝地虫 BOSS 身上的星爆层数被叠加到了30层，我立即引爆，顿时丝地虫 BOSS 血量被爆掉了100万。BOSS 的血量仅仅不到2分钟就只剩下了40%左右。这时丝地虫张开巨大的嘴巴，从里面爬出了许多的丝地虫来。见状，我毫不犹豫使用了腰带上的禁动，所有的技能立即刷新了冷却时间。1分半后，丝地虫 BOSS 爆出了一大堆的东西，而那光明圣女的权杖也成功爆了出来。当这件装备重现天日的那一刻，能明显感觉到流放之地出现了一道气浪冲击，霎时间许多光明圣女们纷纷走出了树洞，她们身上都有光明在照耀着，这是力量恢复的表现。我甚至亲眼看着一位年长的光明族圣女等级突然飙升到了180级，甚至还在提升，最终停留在了3转境界。我连忙向她询问3转境界是什么意思。我是光明圣女一族的大祭司，拜见神念者殿下。女人并没有回答我的问题，而是率领所有光明族的圣女跪拜柳梦瑶，这才转过头来望着我说道：180级以后便无法升级，但是可以转生，既保留属性和等级，重新从1级开始修炼。我们光明圣女族是孔雀神王血脉，我叫孔燕。对于转生，其实这个时候境界是急转已经并不是很重要，最关键的还是灵魂修炼，而转生的境界只是灵魂修炼的载具，决定了你的灵魂能修炼到什么等级。孔燕接着向大家解释，灵魂的等级分为1到9阶，但9阶之上还有神徒、神使、弱神、强神、天神5大境界，而你的等级以及转生数量若是不够，那么灵魂的修炼也就会停步不前。比如说，要想将灵魂修炼到神徒级，那就必须达到2
转以上的镜子。我大概算是听明白了，原来大家的等级不过就是灵魂修炼的载体，等级就是炼体，让你的身体能够承载更强大的灵魂，而修炼灵魂才是这个游戏的根本所在。了解到了这些后，我马上私聊柳梦瑶，你可以请他们暂时到天月城居住，等将来我们再帮他们去寻找一处新的领地。柳梦瑶马上和孔燕商议，接着大家便一起前往天月城。这时已经是下午3点了，我单独留下了孔燕询问道：灵魂修炼除了每天汲取灵魂晶石之外，还有别的修炼办法吗？有一些天生异果，吃了可以加速修炼速度，另外还有就是炼丹。还有，孔燕说到这里犹豫了一下，将近3秒后才说道：吞噬灵魂，这是修炼最快速的方法，但如果吞噬同类的灵魂，很容易产生魔障。魔障就是心魔吗？我询问。不，孔燕摇头道，魔障就是魔障，心魔只害你自己，不会害别人，但魔障不一样，因为他们可能就是另外一个你，一个邪恶的你，一个阴暗面的你，是可以到处肆虐祸害的。那么我吞噬怪物的灵魂就没问题。我很谨慎，那样会容易滋生心魔。孔燕给出了回答，但我可管不了那么多，我可是亲眼在副本里见识过巨猿王吞噬魔物灵魂，我必须得试一试。随后我一个人趁着最后的时间来到了天宫之乱的副本，直接单开。当第一只 BOSS 被击败变成了灵魂形态后，我直接上前拿捏住，一口就给吞噬了。你吞噬了双头怪的灵魂，灵魂修炼增加5000经验，5001只双头怪居然能抵得上5颗炫彩灵魂晶石的修炼值。2个小时后晚上6点，我走出了天宫之乱的副本，此时的我灵魂修炼已经来到了4阶，当即我又一次进入了副本，尝试着吞噬双头怪的灵魂。你这个魔鬼，我的真身肯定不会饶过你的。双头怪的灵魂在被吞噬前居然说出了这样一番话，这更印证了我的猜想，我大喜不已，等于说一直到停服之前，自己都能利用天宫之乱这个副本疯狂提升灵魂修炼了。最终8点的时候，我的灵魂修炼已经到了第5阶，这时我终于发现了变化，我的属性开始增幅了，而且技能等级也增强，还多了10个技能点，等于说我又能学习一个禁咒了。天行者职业学习禁咒的前置条件是需要10个技能点，所以我只要有技能点就能不断学习禁咒，但就是时间不够，我又刷了一次天宫之乱的副本，这一次灵魂修炼距离6阶还差2万经验点，可时间已经来到了晚上10点50，还有10分钟游戏停服。我看到了即将停服的游戏公告，柳梦瑶也发消息了，表示她要下线。你下线后如果发生了什么事情，第一时间就给我打电话。我交代了一声，然后回到天月城，一直等到游戏停服自动登出。现实中我摘下了游戏头盔，来到窗户旁，天空之上漆黑一片，什么都看不到。当时钟跳转的那一刻，我突然闭上了眼睛，我的耳边传来了一道清脆的鸣叫声，那叫声宛如昆山玉碎芙蓉气入。下一刻我睁开了双眼，只见此刻窗外的苍穹之上电闪雷鸣，魔物降世，小区外面到处都是惊恐的尖叫声。而在我的房间里，朱鸟正趴在我的床上，飞天鼠则乖巧地蹭着我的手臂，雪女宛如一个人形玩偶般站立在一侧。我的身上所有装备全部穿戴整齐，此时的我只感觉全身拥有无穷尽的力量。这一刻终于来了。